现在这个时间点，澳币汇率冲到这么高，你心里那股想去澳洲淘金的火，是不是又烧起来了？看住荧幕上跳动的数字，你是不是已经在算计着去1年就能回国买套房的首付了？我先给你一组硬数据，现在澳币对人民币或台币的汇率处于近年来的高点，澳洲的法定最低薪资从2025年7月开始，已经涨到了每小时24.95澳币。如果你是做那种最常见的临时工，加上那25%的 loading， 你的时薪直接冲破31澳币，换算下来，你工作1小时就能赚200多块，听起来很爽，对吧？但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最可怕的财富陷阱，人性都是贪婪的。看住澳洲股市 ASX 200指数在高位震荡，看住汇率蹭蹭往上涨，你心里想的是，我去澳洲赚澳洲钱，存下来，等汇率高的时候会回家，我不就翻身了吗？但你忘了最重要的一点，澳币强势的背后，是澳洲恐怖的通膨和租金飙升。你以为你是去淘金，但如果你没有底层逻辑，你可能只是去给当地的房东送钱。这个视频我会撕开这个光鲜亮丽的糖衣，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只有小白的水平进场，会怎么被割，以及我当年是怎么从兜里剩下不到500澳币，到最后利用汇率差和人性弱点赚到第一桶金的真实现状。这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在结尾我会分享一个现在澳币强势期才有的隐藏赚钱机会，错过了这波，下回汇率掉下去，你就真的只能去农场搬砖了。说实话，大家去澳洲打工度假，谁是真的为了体验生活？别装了，我们都是为了那口钱，人性就是这样，哪里有肉往哪里钻。我当年刚下飞机的时候，第一晚住在雪梨一家廉价青旅，那个房间潮湿阴冷，空气里混杂住各国汗臭味。我躺在嘎吱响的上铺，看住机场汇率牌的照片，心里盘算着，我在这做1年，回去抵掉3年的工资，那种贪婪的快感瞬间冲昏了头。可是当我隔天走进雪梨市中心，看到一个破烂合租房的一个床位竟然要400-500块澳币一周，而且还要排队面试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傻了。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析的第一点，强势澳币的双面刃。当澳币值钱的时候，代表澳洲境内的购买力变强了，但对于我们这种外来劳动力来说，你的启动成本直接翻倍。你现在办个签证要670澳币，买张机票，准备财力证明，还没赚到钱，你已经先掏了几万块出去。这就是一场豪赌，赌的是你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高薪且稳定的工作。我有个朋友，当时也是看住汇率好就冲过来，结果他执着于要在墨尔本市中心喝咖啡，过精致生活，每天投简历，却不愿放下身段去干脏活。3个月不到就把带来的5000美金赔个精光，最后只能落荒而逃。这就是典型的小白心态，他们在强势汇率面前感到了恐惧，害怕高物价，却不敢去追求更高回报的岗位。我当年在汤斯维尔的一家肉厂工作，那环境你们想象一下，每天早上4点天还是黑的，我就得跳进刺骨的冷水里洗战斗澡，然后去工厂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牛冻体。我每天重复住切肉的动作，手抖到连筷子都拿不稳，甚至半夜会痛到醒过来。但我心里在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了澳洲工资体系的漏洞，只要你敢利用人性的懒惰，你就能赚的比本地人还多。当时我身边那些欧洲背包客，每天下班就是买酒派对，那酒多贵啊，一瓶啤酒在酒吧要10几块澳币，折合人民币60-70块。他们喝的是寂寞，我存的是底气。我观察到那些当地员工周一最容易请假，因为周末宿醉未醒。于是我主动去找那个一脸横肉的工头，我跟他说，嘿，伙计，只要有人请假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哪怕是凌晨2点，我也上。结果那1个月，我拿到了无数个双倍工资时段，看住银行 app 里的数字每天几百的往上跳，那种心理上的亢奋完全压过了身体的残废感。这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真实人性。你以为你是跟汇率在竞争，其实你是跟其他人的懒惰在竞争。如果你现在坐在荧幕前，还在担心自己英文不好，担心没体力，那我劝你趁早打消念头，因为这场金钱游戏只留给那些眼里只有猎物的狼。我再给你讲个血淋淋的例子，有个女生为了存钱，去应征澳洲北部的偏远矿区清洁工，那里气温40几度，苍蝇多到能把你活吞了。但因为澳币强势，矿区薪资极高，她忍住孤独和恶劣环境干了1年，回国直接全款买房。这就是贪婪的力量，它能让你忍受非人的待遇，但前提是你要懂得计算盈亏比。现在这波强势澳币让很多小白盲目进场，他们连澳洲的2000、3000政策都没搞懂，就急住去农场被黑心中介抽成。
我见过最惨的一个小伙子，被骗到一个荒芜的葡萄园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最后领到的薪水扣掉房租和车资，竟然只剩下不到50块澳币。他哭着跟我说他想回家，但我告诉他这就是社会的毒打，你不去研究澳洲的法律，不去了解合法的薪资标准，你的贪婪就是别人案板上的肉。尤其是在2025年澳洲租房危机全面爆发，全国房源空置率不到1%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提前规划好住宿，你下飞机的第一站可能就是睡大街，或者是被那些黑心二房东塞进客厅隔间，一周收你300块澳币，这就是人性的收割。如果你不懂得利用资讯差去避开这些坑，你赚再多澳币也是给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打工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难道在澳洲真的只能靠体力拼命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想利用这波强势澳币翻身，你必须先学会看透中介那套收割人性的把戏。那些在网上刷屏的所谓澳洲梦中介，最喜欢发什么？金灿灿的阳光，农场里大颗大颗的草莓，工人们灿烂的笑容，但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，那些照片背后是每天腰酸背痛到想哭，手掌磨出后茧，连手机指纹解锁都失效的真相。我当年在肉场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特别滑头的中介，他专门挑那些刚下飞机，眼神里透着迷茫和贪婪的小白下手。他会先给你一点甜头，让你第一周领到一个不错的薪水，等你对他产生依赖，甚至开始帮他拉朋友进来的时候，他才开始露出獠牙，扣你的押金，扣你的车资，甚至连你买工作鞋都要抽一手回扣。这就是人性最阴暗的一面。在巨大的金钱利益面前，同胞有时候反而是最会捅你刀子的人。那我当时怎么做？我没有跟他正面冲突，我表面上对他唯唯诺诺，但私下里跑遍了周边所有的工厂。我用我那蹩脚的英文直接敲开经理办公室的门，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中介，我能直接对接，我能干更重的活，只要把中介那份抽成的一半加给我就行。结果我成功了，我从时薪20几块的黑工变成了时薪40多块的合同工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在强势澳币的游戏里，谁掌握了直接的资讯，谁就是金字塔顶端的人。你以为你在省钱，但你花在这些无良中介身上的隐形成本，可能够你在雪梨吃1年大餐。再聊聊大家最容易忽视的情感成本，在澳洲打工的日子是非常孤独的，尤其当你面对强大的通膨压力和高额租金时，你的心理防线很容易崩溃。我见过很多小伙子，刚来的时候意气风发，说要带100万回国，结果3个月后就沉迷在当地的赌场，或是夜夜买醉，因为他们承受不了那种巨大的落差感。看住澳币汇率每天跳动，心里却在滴血，因为他们赚的钱根本跟不上花的速度。这种心理焦虑会让你变得更加贪婪，进而做出错误判断，比如去碰那些高风险低回报的黑工，或是听信谣言投资一些莫名其妙的项目。你要记住，当全世界都在告诉你某件事很好赚的时候，那通常就是收割的开始。现在是2025年，澳洲的移民政策和劳工法规一直在变，如果你还抱着老一套的思想，你就是送上门的韭菜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能在高位时冷静布局的人。比如我认识一个女生，她不去农场，也不去肉场，她利用强势澳币，在澳洲报名了一个短期的特殊技能培训，考取了老年护理和急救证书。现在她的时薪高达60块澳币，而且是在前境有冷气的环境下工作。这就是对贪婪的最高级应用，把对金钱的渴望转化为对自身价值的投资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强势澳币只是一个杠杆，如果你本身没有重量，这个杠杆只会把你弹得更远，而不是把你举得更高。你要学会在澳洲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，像狼一样嗅到真正的机会，而不是像羊一样跟住大家排队被宰。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很重要，包括如何利用澳洲的退休金制度，给自己存下一笔额外的财富，以及如何在强势汇率结束前，精准的将你的资产转移到更有潜力的市场。这一段你一定要听清楚，因为这关系到你回国后是继续当打工人，还是直接当老板。别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当年带回国的那笔钱，就是靠着汇率最高点时的几次精准操作翻了倍。这背后的逻辑，我会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一次性教给你。如果你现在觉得脑袋嗡嗡的，那说明你的认知正在被重塑，这对你来说是好事，因为清醒的人才能在澳洲这个大金矿里活下去，并带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。说到这里，我得把话说得更透一点。很多小白来到澳洲最怕的是没公开，但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危机是你明明有公开，却永远存不下钱。当澳币汇率站在高位的时候，你的眼界必须从体力劳动转向资产布局。
人性中有一种弱点叫赚多少花多少，看住银行户头里每周进账几千块澳币，那种暴发户的心理会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于是你换了新款 iPhone， 买了名牌包，每周末出入高级餐厅，这就是被澳洲的强势汇率反向收割。你要明白，这些都是消耗品，只有当你把澳币换成能生钱的资产时，那才叫财富。我当年赚到第一桶金后，并没有急住汇回国内，我观察到澳洲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以及那些蓝筹股的分红非常诱人，我把一大部分积蓄投进了澳洲本地的定存和几只高股息能源股。当我在农场挥汗如雨的时候，我的钱也在替我24小时工作。这就是我说的利用人性的贪婪去对抗通膨。如果你只会用手赚钱，你一辈子都赚不到大钱。现在澳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巅峰期，各种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需求大到你无法想象。这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隐藏赚钱机会。与其在偏远地区摘果子，不如去考一个针对采矿业或建筑业的安全管理证照，那种时薪是普通背包客的3倍到5倍，而且在强势澳币的背景下，这类工作的福利待遇简直好到爆炸。这才是真正聪明人的做法。你要学会做一个有脑子的体力劳动者，在跟那些澳洲公投周旋时，你要展现出你对劳工法、对退休金制度的了若指掌，他们才不敢动你的歪脑筋。人性就是欺软怕硬，当你展现出你不是为了那点小钱而来的，大钱反而会跟住你走。我经历过在雪梨最便宜的车库睡地铺的日子，也经历过在西澳矿区一天赚1000块澳币的辉煌。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那颗不甘平庸的心，以及你有没有在汇率最强的时候保持极致的冷静，不要被外界的繁华迷了眼。你的目标应该是利用这2-3年的时间实现阶级跨越。当你回国的那一天，你手里握着的不是一堆过时的电子产品，而是足以让你开启第二人生的资本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，或者你已经在澳洲却迷失了方向，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。你要记住，钱是不会消失的，它只是从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手里流向那些看透游戏规则的人手里。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那个收割规则的人，而不是被规则收割的人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关于强势澳币下的生存法则、肉场博弈、中介陷阱、技术工证照以及资产布局的钱货对你有启发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，并且关注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动力。也请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跟我说说你在澳洲遇到的那些坑，或是你想知道的赚钱机会，我会抽时间亲自回复你们，大家一起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翻身。另外，我也想补一句，如果你现在人在澳洲，不管你在哪个城市，做什么工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都希望你能把你现在的困境、你的问题、你的迷茫留言给我，因为你遇到的坑，可能正是下一个人即将踩到的坑，你找到的机会，也可能是下一个人翻身的起点。最后，我也要郑重声明，我今天所分享的所有内容，包括对市场的分析、工作经历的描述，以及所谓的赚钱机会，纯属我个人意见与经验分享，没有绝对对错，更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投资与跨国打工都存在高度风险，汇率波动、政策改变、个人安全等因素都是你必须考虑的。请在做出任何决定前，务必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与风险承受度进行独立评估，风险要自己评估，对自己的钱袋子负责。祝大家都能在澳洲梦里淘到真金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